说到吉卜力动画出现过的美食，你会想到哪些呢？是崖上的波妞热腾腾的火腿泡面，还是神隐少女中无脸男大口狂嗑的山珍海味？你知道宫崎骏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画食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吉卜力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回顾吉卜力的动画作品，我可以发现常常出现大量的食物场景，而且不少都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宫崎骏也会很详细的从料理阶段一幕幕描绘到角色坐下来享用的过程，观众看完之后往往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止如此，全世界粉丝都很喜欢复刻这些吉卜力美食，在 IG、TikTok 上面还有很多做美食的账号会努力的在现实当中还原这些动画里面的食物。吉卜力美食的魅力到底有多惊人？为什么宫崎骏这么喜欢在动画里面画食物，而且还画得这么细致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煮饭做菜好麻烦，一堆锅碗瓢盆洗到手软呢？今天要介绍的 Make It Pan 好好煮食锅，让你平底锅、炒锅、汤锅一次拥有。Make It Pan 好好煮食锅采用3层不锈钢复合金材质，不止没有化学涂层，还延续了 LifeBridge 富川创造的可微波独家专利，任何炉具家电都适用。更方便的是，搭配活动式的好好拆把手，锅具直接变餐盘，料理轻松上桌。而且一个好好万用盖，3种锅子都适用。平常呢在家柱状堆叠省空间，轻松收纳，外出露营也 OK。还能够再加购 XL 深锅、好好出门包以及保鲜盖垫，使用起来更全面。现在就点击资讯的链接购买，享受独家限时优惠，或是追踪 LifeBridge 富川创造官方社群，随时掌握最新资讯吧。从吉卜力工作室第一部正式作品《天空之城》开始，几乎每一部动画都会安排有食物的画面，有些画面的描述呢甚至还很长。以神隐少女为例，千寻吃下白龙做的白米饭的那一幕，分镜描述多达了20多秒，但整部动画的分镜呢，其实只有5秒左右而已。在其他作品当中呢，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多年累积下来，所谓吉卜力美食的数量也非常的可观。日本粉丝们甚至还因此发明了吉卜力饭来统称动画里面出现过的食物。后来吉卜力官方也顺应这个趋势，跟粉丝们共同掀起还原吉卜力饭的风潮。2017到2018年，日本吉卜力官方美术馆就曾经举办吉卜力饭特展，用1:1的规格展示经典的食物场景。而几年之后，吉卜力工作室又相继的推出《安雅与魔女》、《龙猫》，还有《天空之城》的食谱书。2021年，台湾也有出版社发行了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样的食物这本书，统整出2014年前吉卜力动画里面出现过的吉卜力饭。2022年，日本爱知县的吉卜力公园开幕时，当地有一间居酒屋曾经推出吉卜力在线饭应援官方。但现在只要去 IG 搜寻吉卜力饭的日文，就会出现5万多则相关的贴文，而且还有专门还原吉卜力饭的账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吉卜力饭当中最受欢迎的前3名。在日本网站 Anime 上呢，有票选出大家最想吃的吉卜力饭排行榜。首先第3名呢是《神隐少女》里面千寻爸爸大口吃着要给神明的食物，其中那个半透明、软乎乎的不明物体，神秘到让人超级想吃。后来有吉卜力动画师证明呢，那个其实是古代稀有鱼种枪鲫鱼的胃袋。而第2名呢，则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当中被荒原女巫下咒变老的苏菲，第一次在霍尔家当中做早餐，后来由霍尔接手完成的培根太阳蛋。压轴的第1名呢，就是《天空之城》当中男主角巴鲁与女主角西达为了躲避空中海盗逃进矿坑当中，稍微喘口气之后，吃着巴鲁做的太阳蛋吐司，两人1人1半，吃得津津有味。那当然，除了这3个以外，受欢迎的吉卜力饭还有很多。吉卜力很会画食物的形象，不只深植人心，他们疗愈的动画风格也引起了很多的仿效。越来越多日本美食品牌广告会拍得很吉卜力，而 YouTube 上面很多的 Lo-Fi 音乐影片呢，会串联各种吉卜力饭的动画场景，陪伴听众度过各种时光。那说到这里虽然这些画面很疗愈没有错，但让人很疗愈的东西有很多啊，猫猫狗狗也很疗愈，但为什么宫崎骏偏偏喜欢画食物嘞？
以下我们整理出3种最常被提到的原因。首先，吉卜力动画的世界观呢，通常都会有很多奇幻的元素，而实际存在的食物恰好就可以作为虚构跟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帮助观众进入理解故事情节，甚至产生强烈的感受。而且食物也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的共同语言，让来自不同国家、种族跟语系的观众都能够对剧情产生共鸣。像是我们在前面提到最受欢迎的前2名吉卜力饭都有出现荷包蛋，而宫崎骏的儿子同样也是身为动画导演的宫崎吾朗，就曾经在吉卜力美食展上面解释，荷包蛋是东西方文化里面都会吃到的食物，不论你是来自哪里，几乎都能够看得懂。最后，对所有人来说，吃东西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感到放松，甚至是会觉得很疗愈的事情。平常我们工作啊，或是读书压力很大喝杯饮料，心情就会舒压很多。那这种舒压的感觉，不只是观众会有，对于剧中的角色来说也是很有意义。而食物的这种特性呢，也让它在剧情设计上面变得很好用。比如说，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前面的剧情很紧凑，看了可能会觉得很紧张。那接着来一些吃饭的画面，让观众的心情和节奏都可以比较缓和一些。那从剧情的角度来看以霍尔的移动城堡为例，苏菲被荒野女巫下咒变成老婆婆之后，也是因为和霍尔马鲁克一起准备丰盛的培根煎蛋早餐，吃饭一阵温馨之后，苏菲也才正式成为魔法城堡的一份子。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宫崎骏每次都可以把食物画得这么惟妙惟肖，是不是因为他平常就是个 foodie 呢？错，答案刚好完全相反。吉卜力制片人铃木敏夫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宫崎骏平常的饮食习惯其实非常简单。他说，至少就最近25年啦，宫崎骏几乎每天就是吃妻子准备的便当，菜色也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些便当之外呢，宫崎骏还很喜欢吃杯面，甚至常常在工作室里面煮只有加调味包、青葱、炒香菇跟蛋液煮成简易泡面，给工作室的员工们当宵夜吃。而员工们还戏称这种泡面叫做寒酸的盐味泡面。不过宫崎骏还是会吃美食的，只是大约1年吃1次而已啦。而且通常还是去吃别人特别邀请的宴会。那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在吃的时候都超专心，还问很多菜肴的问题，尽可能的全力吸收对美食的新知。铃木敏夫解释宫崎骏有这样子的习惯，是因为怕自己常吃大餐，舌头会因此钝掉，所以靠着久久才吃1次来让自己保持五感的敏锐度。另外，铃木敏夫还说，很多在动画里面出现过的食物都是宫崎骏亲手做过的料理，包含《天空之城》的煎荷包蛋、《地海战记》里面的洋葱起司三明治，还有《龙猫》里面的铁盒便当等等，而且细节也超讲究。宫崎吾朗说过，《红猪》里面有一部非要喝柠檬水的短短一个画面，为了精准呈现柠檬水透过玻璃瓶折射出来的光影变化，宫崎骏就用了7、8种颜色，过程一点也不马虎。在看完宫崎骏的饮食习惯之后呢，我们不禁忍不住想要偷偷吐槽，大师会这样吃饭，根本就只是因为他很节俭而已吧。为了怕舌头钝掉，所以1年只吃1次美食 ，vs 1个礼拜吃1次美食，结果舌头钝掉，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吧。好了，先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研究这一集的时候也发现吉卜力动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几乎只有个性契合的人才会坐下来一起吃饭，而且他们要透过吃饭这个仪式，才能够真正的和对方建立情谊。那段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个设定非常符合人性。我们想约朋友见面的时候，通常都会问说要不要吃饭，而不是要不要见面。换句话说，吃饭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品尝美食、疗愈压力，也有社交的功能。那以粉丝或观众的角度来说，大家去还原美食的过程，我们猜除了好玩或许还能够让自己更贴近喜欢的故事情节跟角色，得到另外一种层次的连结或疗愈吧。好的，那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最想要吃哪一种吉卜力饭呢？神隐少女爸爸狂吃的枪鲫鱼味带，比霍尔的移动城堡霍尔做的培根荷包蛋早餐 ，C 崖上的波妞宗基妈妈在台风夜做的火腿泡面。D 魔女宅急便婆婆送给孙女生日礼物的南瓜飞羽派，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吉卜力动画为什么常常出现美食。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宫崎骏的传奇动画人生，以及到底是谁发明泡面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